歡迎大家繼續回到寰宇全世界。我們繼續來看的焦點呢，是中國大陸他們在4月份出口額達到3594億美元，大約是2兆4475億人民幣，比去年同期成長了14.1%。那其中呢，當月晶片的出口額是310.85億美元啊，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長了100%。大陸的觀察者網形容這是史詩級的爆發，而另一方面呢，大陸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的報告指出，今年第一季呢，中國大陸家庭與個人債務的增速是負的0.4%啊，是從1995年第3季以來首次出現了負成長。即便呢最近看到中國大陸的房地產市場有出現小陽春的跡象，但房貸的問題啊仍然是呈現負成長的。所以黃老師，我們看到北京現在全力在打造一個強而有力的政策環境啊，當然也希望擺脫美國的卡脖子也好，小院高牆也好啊，似乎有了初步的成果。但如果從整體經濟的宏觀面來看的話，為什麼現在還是偏向比較薄弱？是出了什麼問題？資源排擠呢，還是其他的問題？您覺得？我覺得資源排擠啊，就是國家金融的實力基本上還是一個關鍵，因為它的餅就是這麼大，它的來源就這麼多。那因為中國大陸在15規劃現在開始啟動了以後，更會強調新質生產力。對，那麼新質生產力它所需要的資本密集就會更強。另外一個就是產業鏈的聚落啊，基本上它能夠照顧到的勞動力並沒有那麼多。其實，在很多國家都有這樣的情況。就是少數的人，極少數的產業佔了國家很大的產值，而使得一般的這個勞動這個或者是所謂 manufacturing 的這個工作的人，他的薪資結構都沒有辦法調整。那這種東西它不可能兩者兼得。對。那另外一個就是中國大陸的總體經濟，它有很大一部分要靠內需來拉抬。可是內需你現在又有房市的問題，又有地方債的問題，所以再加上青年勞動力，它的收入又很少，消費就會往下走。对。那不消費的話，它就會使整個內循環的動力不夠。可是呢，外貿外銷又一直在賺錢。那所以它產生了一種扭曲的現象。我們雖然這樣分析中國大陸面臨，其實台灣也是一樣啊，就是百分比極少的人，他的收入是佔了，或者是產值佔了台灣大部分收入。所以那中國大陸它在維穩的條件的情況之下，就變成內需，還有內部穩定、就業率啊，還有青年這些就變成非常重要，所以如果它這個不能夠擺平的話，很容易就造成了就會有動亂的因子，那就會對維穩不利。对，但是有一句話說，路是人走出來的哈。對於這個中國大陸來講的話，有一句話嘛，就是之前哪吒我們也討論到，我命由我不由天哈。所以現在新質生產力，還有包括呢晶片也必須要自主生產。好，那說到了科技部分呢，特別來看中方半導體設備大廠啊，是中微半導體設備公司。他們的董事長兼創辦人叫尹志堯，他最近表示，中微的電漿蝕刻這個技術呢，目前已經成為業界的標準，並且呢被多家國際大型的競爭對手都採納。那至於誰是尹志堯口中的大型競爭對手呢？是艾斯摩爾嗎？因為最近聽到艾斯摩爾的執行長呢，他就警告說，緊縮曝光機，也就是光刻機銷售給中國大陸，反而加速了大陸自主研發替代的設備，所以他形容這對艾斯摩爾來講已經變成了一場生死存亡的問題。而另一方面呢，聽到中芯國際的創辦人張汝京呢，在專訪中最近表示，中芯國際呢至少已經向中微採購了800台的設備，另外也表示目前呢。這個中微呢表示說，這個蝕刻設備可以涵蓋成熟製程65奈米，一直甚至到先進的5奈米到3奈米的節點，已經具備了生產全球最先進晶片製造設備的能力。這個尹志堯他是什麼人啊？就是他被稱為是大陸蝕刻機之父。他現在是82歲，曾經在科林研發還有應用材料任職過。60歲的時候放棄美國的100萬年薪，回到中國大陸去創業。我先請曲博幫我們科普一下哈，這個到底電漿蝕刻它的技術核心是什麼？
半導體的製造就是需要把我們要加到晶圓上的東西，或者是要把某一部分晶圓給拿掉，我們就把它叫蝕刻啦。所以簡單的說，蝕刻就是把不要的部分給去除掉。OK， 那用什麼方法呢？目前主要是乾式蝕刻，就是用電漿。電漿是帶電的氣體離子，所以通常是用氦氖氬氪三氡，通常是氬氣哦，它帶電去撞擊矽晶圓，就可以把不要的東西撞掉，有點像撞球啦。把母球打過去撞球，子球就被撞出來。OK， 好，蝕刻機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供應商3家哦，一家是科林研發，應用材料还有 TEL， 東京威力科創，那你剛剛提到那個尹致堯，他在科林研發跟應用材料都擔任過，所以代表他对於這種先進的蝕刻機非常熟悉。那我必須強調，這個蝕刻機這種設備呢，相對於光刻機是簡單多的東西啦。所以其實中國大陸自己發展出先進製程使用的蝕刻機，我認為這個不用太驚訝。光刻機會更先進的問題，對，光刻機是更困難，而且困難度是多很多。所以這中間並不是差一點，是差蠻多。对，所以簡單的講，除了光刻機以外的半導體設備，我認為中國大陸應該未來大概我覺得3到5年內吧。它的那個進步程度就會慢慢接近國外的廠商。就是我接下來想進一步請教你哈，就是說，因為現在在大陸這邊強調的是晶片製造自主，對但是現在瓶頸呢，就是說在晶片的提升，包括說往先進製程去邁進哈，這個慢慢的在挑戰，也在突破。可是瓶頸是不是剩下？剛才特別提到艾斯摩爾也講話了哈，如果這個大陸這個再不給，就是透過這樣的管制方式，讓艾斯摩爾的這個光刻機沒有辦法進去的話，那透過 DUV 也是照樣可以做到類似的這樣的一個成績。OK， 好，這是2件事情。光刻機是所有半導體製程一定要的設備。對。那至於蝕刻機，這個也是一定要的設備。但這2個並不是互相取代的關係。所以我剛剛的意思是說，先進製程也就是10奈米以下的蝕刻機或者是其他的製程設備，我認為中國大陸在3到5年內應該就能夠追上國際的水準。換句話說，10奈米以下的這些設備，他們可以自己做。但是我覺得還是需要3到5年。他們現在雖然設備自己做，但是大部分應該都是成熟製程的設備為主。那光刻機又是另外一回事，因為光刻機現在的狀況是，這個大陸能做出來的大概是20幾奈米的光刻機而已，這個距離先進製程還有很大的落差。他們的7奈米的製程其實用的也是那個艾斯摩爾的光刻機。那至於7奈米以下的這個極紫外光，因為它的門檻實在太高，所以我認為這個設備對中國大陸來說要突破還需要更長的時間。OK， 但是這個東西因為現在是被管制的，那他拿不到這個東西，確實它的製程就會被卡在7奈米，很難再突破。對，這個艾斯摩爾其實也蠻苦惱的，因為呢，他們很想賣，但是因為被管制住。他很想賣，因為大陸是非常非常大的市場，但是因為管制，所以沒辦法。但問題來了，如果你今天不賣，那中國真的就自己做。所以中國真的做得起來？這個一定做得起來，是成本的問題。那個產生極紫外光的方法有好幾種，那中國大陸其實有測試過其他的方法。OK， 那總之要做到7奈米以下，那個門檻是真的很高啦。只是時間問題。我認為是時間的問題。那個時間我通常是我2年前是說10年哦。所以呢，其實還要那現在呢？長時間，現在大概 maybe 就8年吧。Okay. 那大陸網友跟我嗆聲說，他們今年就能做出來，但是很明顯，今年已經6月了哈，沒有這種東西啦。OK， 真的不容易。好，Lars，我繼續請教你哈。另外也看到 Google 他們最近是宣布啊，跟黑石集團就是 Blackstone 他們結盟。雙方呢要合資成立一家全新的 TPU 啊，就是雲端服務公司。那由黑石集團初期投入50億美元的股權資金。這家新公司呢將會以算力及服務，就是 Compute as a Service 的模式，對外提供 Google 自己研發的 TPU， 也就是張量處理單元哦。第一批呢，這個500 megawatt。這個500萬瓦哈，就是算力規模的資料中心，在2027年預計就會正式上線。那這不只是 Google 到目前為止最大規模的自研晶片對外商業化的活動，也象徵着 Google 將會在 AI 硬體市場跟 NVIDIA 就是輝達展開更直接、更猛烈的正面交鋒啊。現在 NVIDIA 有了 Google 變成對手了哈，你怎麼看他們的後市？其實
這個我覺得這個市場是夠大，有幾家大的公司在競爭，我覺得這是好事情啊，不要把全部的這個優勢或市場的位置給一家公司，這樣真的是對整個科技這個行業發展也不利嘛。那當然是不利，有對美國經濟或國家安全等等都是不利的，所以有多幾家公司在競爭是好事情。但是另外，不管是 Google 或NVIDIA， 他們其實也有其他的業務線，所以他們不是，雖然他們在這塊會有競爭了，但是也有依賴其他的收入來源來賺錢，不只是在這部分而已。所以萬一 Google 失敗了，敗給 NVIDIA，Google 還會繼續發展更成功了。所以其實就像是我們最近常常熱門談到這個生成式 AI 啊，除了 OpenAI 以外呢，包括像是 Google 也是嘛，還有像是 Anthropic 也是哈。有競爭，這其實受益的通常都是使用者。其實我覺得目前在 AI 方面，其實我覺得最大的問題不是誰能提供晶片或有這些資料中心夠不夠，問題還是最終的 customers 夠不夠了。不管是企業戶或我們個人客戶，我們到底會想花多少錢幫約跟這些服務提供者的，這是最大的問題。OK， 好，我們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來呢，要特別來看的是剛剛提到川普前腳剛走，普丁馬上就到，這個中美俄的關係怎麼看？馬上回來。中美互動牽動全球，美中競爭，地緣爭霸，外交、軍事、科技、經濟，多元觀點，權威分析，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、新賽局。每週6日，寰宇全世界，帶您走進全世界。